天空霸主竟会害怕喜鹊？喜鹊实力有多强？他是如何干掉老鹰的？老鹰被称为天空霸主，一直都是人们公认的强者。而喜鹊作为我们平时生活中最常见的鸟类，看起来并没有很强的杀伤力。如果将它们做对比，大部分人都认为喜鹊一定会死得很惨，但事实却是，老鹰见到喜鹊恨不得绕着飞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喜鹊的实力究竟有多强？虽然喜鹊一直被人们认为是吉祥的象征，但它们真实的形象可是与人们认为的大相径庭。了解喜鹊的人们都知道，它们性情非常暴躁好斗，所以给它们取了一个鸟中平头哥的外号。即使喜鹊的战斗力再强，体型上的差距也让它们与老鹰相比有着很大的差距。但是喜鹊有着老鹰没有的优点，那就是它们擅长团队作战。通常情况下是3-5只喜鹊一起活动，甚至有时会组成10只左右的队伍。组团的喜鹊仿佛有了更大的底气，不仅不惧怕老鹰，面对老鹰时还会主动出击。那么为什么老鹰不反击，反而躲着走呢？其实这是因为喜鹊的体型太小了，因此它们的行动非常灵活。对于老鹰来说，它们无法准确定位喜鹊的位置，想要对喜鹊造成伤害是非常困难的。而且喜鹊有着很强的报复心理，只要它们没有在战斗中丧命，就会在合适的时候展开报复。除此之外，对于老鹰来说，捕捉一只喜鹊太费劲了，而且并不能得到大量的食物，所以他们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因此才会避免与喜鹊正面交锋。那么喜鹊的实力如此强，为什么没有泛滥呢？根据数据显示，近些年来的喜鹊数量一直呈下降趋势。其实这和人类的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由于喜鹊属于杂食性鸟类，它们会将植物和昆虫作为自己的主要食物。近些年来，人们对农药的使用越来越广泛，所以导致了许多喜鹊误食了带有农药的植物，因此而丧命。而且喜鹊的捕食范围非常广泛，老鼠、蛇都在它们的食谱中，所以偶尔也会因为吃了被药死的老鼠而意外死亡。除此之外，近些年来的城市化扩建导致喜鹊的栖息地被破坏，适合它们生存的环境越来越少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们的生存繁衍。而且生活在城市中的喜鹊经常意外撞死在一些建筑或交通工具上，这些原因的出现让喜鹊的数量一直持续减少。难道喜鹊的生存就没有受到天敌的影响吗？其实并不是这样的，自然界中的每一种生物都有它的天敌，喜鹊当然不例外。在喜鹊的栖息地内，猫、游隼等都将喜鹊作为自己的猎物，但是每年被天敌捕杀的喜鹊数量远远少于因为人类而死亡的数量，所以人类依旧是导致喜鹊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。被人们称为吉祥鸟的喜鹊，真的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好吗？其实喜鹊被人们喜欢，除了它们代表着吉祥，还因为它们实在是太聪明了。它们不仅有着很强的记忆力，还是唯一通过镜子测试的鸟，这是在自然界中都很少见的情况。除此之外，喜鹊还是一名合格的建筑师，他们往往会花费4个月的时间去建造一间可以称得上是豪宅的鸟窝，而他们的鸟窝也会被其他的鸟类盯上，因此就有了鸠占鹊巢这样的词语。虽然喜鹊几百年来都被人们看作吉祥的象征，但喜鹊和乌鸦其实是同一种鸟类，待遇却天差地别。虽然它们看起来温和无害，但其实它们的真实面目并不是这样。喜鹊的食性很杂，基本上什么都吃，甚至连其他鸟类的幼崽都被它们列入了食谱中。这样看来，喜鹊可以说是非常残忍了。对于喜鹊本身而言，它们在捕食害虫的时候有助于生态环境的恢复，但是对于人类来说，如果喜鹊的数量非常多，就会导致庄稼产量的下降。而对于自然界中的其他生物，喜鹊也算是一种会对它们产生威胁的动物，所以在不同的立场看，喜鹊有着不同的影响，因此要判定它们到底是益鸟还是害鸟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喜鹊已经被列入了我国3有保护动物中，如果私自捕杀，可能会受到法律的惩罚。所以无论它们是什么动物，我们都应该持保护的心态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